难开高热，爽就站起来啦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男。今天这部影片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哦。就在最近呢，我无意间又打开了 Sensor Tower 这个网站。那大家都知道，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讲过 ，Sensor Tower 这个网站呢，它是一个去查询各大手游营收的网站。那么当然呢，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一个网站呢，它主要查询的只有 iOS 的营收部分哦，但我们仍然可以透过这个部分呢来窥探一二哦。我打开这个网站呢，目的就是为了去查询我自己常玩的几个手游，以及呢它的同业竞争者的一些手游的营收。如果说你是有在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的朋友们呢，应该都知道我主玩两款篮球游戏，一款呢是全明星接球派对，一款呢就是灌篮高手 Slam Dunk 这一款手游了。那么大家现在在画面上看到呢，那这个公司呢，它主要是营运黑子的篮球Street Rivals， 这个是它主要的营收项目之一。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在这个季度的表现如何哦。上一次更新已经是39天前的事情了。那39天前呢，它整理出来的上个月的营收呢是200K美金。200K美金呢，当然相较于灌篮高手 Slam Dunk 一开始的热潮来说啊，它的营收呢可以说是非常低的哦。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全明星接球派对哦。作为一个异军突起的篮球手游，它是所有的这3款篮球手游当中最晚出的一个。那么它的营收呢，41天前截取的结果，上个月的营收是200万美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可以说是10倍的差距了哦，差得非常的多。这个还不计算各种代除 Android 方面的氪金、MyCard 等等的储值哦。那我们接下来看到我自己最爱的灌篮高手 Slam Dunk， 它现在的营收是多少呢？这个 Program 23， 它就是这个灌篮高手 Slam Dunk 的营运商哦。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在上面的几个 Jump 群星集结，它的营收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可怜哦。2个月前更新的是 40K， 但2个月前呢，我记得没错的话，那个时候讨论的热度应该还算是蛮高的，但那个时候就已经只剩下 40K 了。那现在呢，我想应该是更加惨淡了哦。所以呢，只能说这个迪娜这边押错宝了，押到一个 IP 很大但却没什么料的游戏了。好，那再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哦。下面这边呢，你可以看到最下方这里就显示了《灌篮高手 Slam Dunk》这款手游的营收，26天前截取的结果是100K美金。各位，100K美金，整整1个月的时间，营收是300万台币啊！300万台币，说真的哦，塞个牙缝都不够。所以说，光看营收来说啊，这3款手游当中呢，《灌篮高手 Slam Dunk》这款手游可以说是吃了一个大败仗啊。我们今天这部影片要来跟大家探讨的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灌篮高手 Slam Dunk 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作为一个灌篮高手 Slam Dunk 出身的实况主呢，从一开始的只有几十订阅，到现在呢4万订阅的时间哦，说真的非常感谢每一个人，也非常感谢灌篮高手 Slam Dunk 这款游戏，让我呢可以成长到今日。当然呢，今天这部影片呢绝对不是要来臭灌篮高手，正因为我非常热爱灌篮高手 Slam Dunk 这款游戏，所以我才希望可以透过这部影片让灌篮高手的营运可以重视他们现在所面临到的问题，并且去加以改进，在日后的营运方针当中呢，可以做出更动，让这款游戏能够再次辉煌。灌篮高手 Slam Dunk 在2020年5月27号正式推出。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轰动大街小巷。各位观众真的不开玩笑，我身边的所有姑姑、阿姨、大姨妈、朋友、同事全部都在玩。那个时候呢，我是一个日本 App Store 手游的唯一信仰者，当时玩的手游就只有一个，就是白猫 Project 的日版。那个时候我只相信呢，所有在台湾的手游呢都是坑钱的，都是烂手游，没有一个手游呢可以让我从日本的手游跳到台湾的手游来。但是就在某一次尝试了灌篮高手当中的赤木刚宪这个角色之后，我从此以后踏上了这一条不归路哦，每天就是一直玩，真的太上瘾，太带感了。从此之后爱上了这个游戏，吃饭也在玩，睡觉也在玩，上班休息也在玩，下班还在玩，玩到被老婆骂继续玩，真的超级好玩。在一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真的非常好玩，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游戏该怎么玩，大家就是瞎打瞎顶，然后瞎突破，瞎抢篮板，反正那个时候呢就是谁靠赛，赢了就爽啊，输了呢也不会怎样，反正就很快乐。真的很怀念灌高一开始 S1 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真的是相当的好玩哦。但是久而久之呢，慢慢的你开始发现了这个游戏好像是有一些公式可循的，比如说机制球的出现，哪一球顶头，哪一球不该顶头，哪一球要盖，哪一球不要盖，
等等这种情况开始出现了之后呢，这个游戏就会开始变得公式化了起来。就在《灌篮高手》这一款游戏呢，讨论度呢到达巅峰的时候呢，当时啊，迪纳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营运策略，就是他在当时推出了集训樱木花道。哇，当时这个集训樱木花道一推出来，它的补扣的动画，还有它的整个技能模组做出来，哇，那一波的营收啊，这个可以号称是台湾手游界的奇迹之一哦，那个营收高到不行。当时呢，我不顾儿嫂的反对，事实上没有跟他讲啦，就直接把这个角色氪到满了哦。当时呢也是花了我超级多钱哦，不管下个月的卡费了，反正樱木花道就是要干嘛？就是要氪，没办法，一定要氪。当时集训樱木花道球员资料和集训流川枫球员资料这两个角色可以说是把这个游戏推向了篮球手游的顶峰啊！当时还记得看到这个角色出来，这些密密麻麻的技能树，还有他需要的这些大头卡呢，当时大家都说哇，这个是史上最贵的角色。结果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根本就是个笑话。然而在这两个人气角色推出之后，似乎就开始往下坡走，并且一去不复返。接下来，因为这两个角色的成功，让《灌篮高手 Slam Dunk》这个手游呢，开始想说要再次复制这些成功，于是开始呢推出了其他的人气角色集训版，比如说像是集训的木生一，比如说像是集训的青田信长，像是集训的宫城赤雾等等的，开始释出了这些角色的集训版本，而价格呢也一再又一再的再创新高，直到呢集训木生一它的这个完整的技能树，哇，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来到了所有角色的巅峰。当时呢这一款游戏的人气呢就已经开始有一点下跌了，许多人呢因为价格的关系没办法在第一时间内抽到他自己想要的新角色，于是纷纷选择退坑。有些人可能会说是游戏风气导致大家退坑的原因，但我不这么认为。竞技游戏本来就会带有这种气氛的成分，这个也是竞技游戏的有趣的地方所在。所以你不能用游戏环境来跟大家说，哦，这个游戏的游戏环境很差，大家都是气氛，大家都放推，所以大家不会想要玩这个游戏。这个说法基本上是不成立的。我觉得最直接会影响到大家不玩一个游戏的最主要的成因，就是因为价格，我没有办法在一个竞技游戏当中拿到我自己想要玩的角色，而且当你倾尽了所有资源，好不容易在抽奖轮盘当中把你想要的角色抽出来之后，很抱歉，噩梦还没有结束，你还要花一堆钱，还要花一堆资源去买大头卡，去买技能卡，才能把一个角色点到满，点到能够上场，这个其实就已经违背了竞技游戏的本质，让每一个人都有公平竞争的状态下来进行竞技。于是呢，灌篮高手又这样子度过了一段时光哦。虽然呢，营收比不上之前集训樱木和集训流川枫的时代，但是呢，也还算是过得去。大概呢，平均一个月$100万或者是$200万呢，都是稳定输出的。当时呢，它还算是 Program 23的一个营运主力之一啊。但真的开始出现雪崩式暴跌的转捩点，我个人认为呢，是在传奇角色出现之后。当时第一个传奇角色出现的时候，传奇樱木花道球员资料，哇，多少人看到这个激动到不行啊！包括他的各种技能模组也好，包括他还原这个角色的各种动作也好呢，他可以说是呢做得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版本的樱木花道。所以当时呢也算是迎来了一波灌篮高手 Slam Dunk 的小高潮哦。当时也被号称为是最贵的一个角色之一。然而他推出了一些新的机制，比如说像是仅限氪金玩家才能获得的技能卡，就是这一张传奇技能卡，只有氪金的手段才能够拿到这张技能卡。如果你想要用钻石，当时是没有办法直接使用钻石来买，你只能够用点券来买到这一个技能卡哦。再来，它的一张天赋卡呢，要价600钻。哇，这个简直就是之前的2倍之多了。之前的集训角色
大概就是一张300钻，顶多400钻哦。但它现在呢，一张重新定义了价格哦，所以呢，这个状况就让很多的无氪玩家或是小氪玩家，因为这样子玩不到自己喜欢的角色而却步，导致最后呢会纷纷退坑。而迪娜似乎没有学到教训，再度不断的推出了各种传奇角色的版本哦，来想要再次复制传奇樱木球员资料的成功。一开始传奇樱木这个角色的强度来说做的还算可以，接下来第二支推出的传奇角色呢是传奇流川枫。这个角色呢，当时在影片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看到吓死了，这个突破距离从左边突破到右边，哇，那个时候几乎啊每一个人看到角色都觉得哇完了，这个游戏强度崩坏了。但实际上呢，大家守起来却觉得好像还好，还可以忍得住，它的强度并不像想象中这么的夸张哦。但是直到有一只角色的出现，彻底了打破了这个恐怖平衡，那就是传奇三井寿。这个角色在刚推出的时候，他是一个马上就被下修的角色。当时大家呢，如果有看到我在刚出这个角色的时候所出的一些影片呢，应该有看到一集是我让儿嫂来玩。对于儿嫂这种呢完全不会操作的人呢，他只要一键按下去连点就能上分，所以你们就知道这个角色当时有多么的白痴。就因为这个角色呢，让这个游戏的强度平衡彻底的崩坏。于是接下来每推出的任何一个传奇角色都一再刷新了强度的上限，除了这个传奇之齿木木公园之外啦。而每一只传奇角色的价格呢，并没有比较便宜哦，包括之后推出的传奇赤木，或者是传奇长谷川、传奇宫城或传奇花形，每一只角色的价格呢都差不多贵哦。而很不巧的，差不多就在传奇赤木推出没多久呢，这个时候呢，黑子篮球跟全明星街球派对这两个手游呢异军突起了哦。作为灌篮高手 Slam Dunk 的竞争者呢，他们自然呢是有觉知到灌篮高手的一些缺点呢，并且呢来进行改进的。比如说像是一堆针对新手的福利来说啊，针对一些活动的设计来说，甚至是美术 UI 的设计来说呢，其实都算是灌篮高手的强化版本。而黑子篮球呢，也想要尝试着复制灌篮高手的成功，一样在游戏当中呢去加入了天赋系统以及抽角系统。要养成一个角色呢，我仍然没有办法透过抽出角色就直接玩，我还必须要花大头卡，我还必须要点天赋卡来把这个角色呢养好养满，我才能够上场，要不然上场就是被你的队友喷说这个角色0%，为什么要拿出来玩？你这个垃圾。而全明星街球派对就非常的聪明哦，它采用了灌篮高手一样的模式，同样在角色抽角当中呢，加入了天赋系统和觉醒突破系统哦。不过呢，它多了一个东西叫做重置系统哦。只要呢，我认为这个角色不适合我，我可以随时把这个角色重置，并且第一次重置有100%的返还哦。这样子的操作呢，可以说是呢苦海当中的一盏明灯啊。一个角色它要能够玩，它必须要满图吗？在全明星当中呢，不一定要满图哦。比如说像是全明星当中的 Kawhi Leonard 这个角色，大家都知道哦。Kawhi Leonard 这个角色呢，你必须要满图才能玩，完全不需要，甚至你零图拿出来在场上都有一定的威胁程度在。甚至你说我连天赋都不点，我光把这些小技能点满，能不能玩？也还是能玩。所以它等于说重新定义了这个篮球手游当中的天赋系统，让即使有一些人花少少的钱，也能够有较为完整的游戏体验。甚至是我不花钱，我光用紫卡角可不可以？当然没有问题。你想用紫卡角来打排位吗？没问题，我有 Porzingis。如果你想用灌篮，没问题，我们有 Zach LaVine。如果你想要用控卫，没问题，我们有 Luka Doncic。而这个游戏最贵的系统在哪里呢？没错，各位，就是在时装。时装是这个游戏最贵的一个系统。可是问题是，我有抽时装，跟我没抽时装，请问对我的游戏表现会有任何影响吗？不会，只是让你开场动画比较炫炮，让人家知道你很有钱而已。所以这个不影响
任何操作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可以让有钱的人或是想花钱的人去花钱，让想顾及强度的人呢，就可以选择不要花太多钱在这个外观上面，让玩家有了更多花钱的选择。而单一玩家的消费金额呢，虽然没有到这么高，但是它也算是重新的定义篮球手游的价格。或许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让全明星现在它的营收可以到达如此之高的程度吧。那我们讲回来，《灌篮高手 Slam Dunk》这款游戏，所以影片看到这边的你呢，是不是觉得《灌篮高手 Slam Dunk》这款手游好像快要结束营运了呢？至少现在的我是不这么认为的，我认为它还有希望。前提是他愿意痛定思痛，把他认为之前可能成功的营运模式修改回来。当时2020年《灌篮高手》手游刚推出的时候，疫情时空背景下，大家有钱没地方花，花在手游当中，这个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但现在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了，他可以把钱花在更多充实他自己生活的事情上面，何必要花在手游上面呢？于是人们选择花在手游上面的费用呢，也许会越来越少。如何让人们呢可以花越少的钱，但却有着良好的体验？这个我相信会是他们现在团队最需要考虑的一个重点之一。所以趁着下一个传奇角色还没有推出之前，我可以再次呼吁 Program 23，也就是迪娜，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下一支传奇角色你们的价格该如何重新定位，以及你该不该推出一些可以让整体花费更便宜的一些机制，让竞技游戏的本质发挥到淋漓尽致。那以上呢，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影片所有的内容了。希望今天的这部影片呢，不只是给所有热爱灌篮高手的你，也希望呢，如果说营运真的有看到这部影片，你可以思考我在这部影片当中所讲的一些话，一直以来支持你的玩家们究竟需要什么东西。好了，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到这边，我是台湾男，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